Hello，大家好，我是大林。自己在网上买了一组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然后把它组装成了户外行动电源。然后因为我本身在户外有的时候出外景的时候灯光、什么的电池会充电很麻烦。然后像我的一些闪光灯它可能供电也没有办法持续的连续好几天的拍摄。我就只打算自己组装一组这个行动电源，然后去拍外景的时候可以随身带着，带着可以给我的照相机、给我的灯光、电脑这样去做一个充电使用。这就是电池本体，它是宁德时代120AH 的电芯，然后买了4颗。磷酸铁锂它的电压是3.2伏，所以我这4颗导把它并联起来是12伏特，再透过逆变器给它逆变成220伏特。我在跟商家沟通的时候，请商家送了我3个这个止停的连接片3片，所以我这个相对来说连接就比较方便，就是避免的时候使用比较方便。我给大家测一下电压，看一下这样是多少。并联起来，我目前的电压是13.1伏特。然后单颗电芯的电压是3.24、3.28、3.28。其实他之前寄给我的4颗电芯是刚刚好都是3.28的电压，0.3毫欧的一个连内阻。但是宁德时代电芯现在淘宝上面卖的那些电芯商家，它其实都是会把一部分好的、一部分差的给你掺杂在一起给你寄，然后他其实就有给我寄一颗就不包很严重的电芯，然后我就跟商家联络，然后他重新给我补发了一颗，所以它的电压现在只有3.24伏特。3.24伏特的话，那我买了这个充电的保护板，这个保护板打算给它装好以后给它充电一下，看一下它能不能自动的去做一个均衡，然后把电压拉到一样来。他说3000W是它的型号，并不是3000瓦，我也告诉到了。然后好像这已经是一个行规了，就是所有的卖家他们为了多卖一点，或者让他的产品点击率高一点，所以他写的型号都是跟瓦数一样。他写的3000W，事实上它的功率只有1000瓦。那我可以给电池给我的灯光做一些充电的话，或者给我的电脑做一些充电的话，1000瓦的负载是够的。所以我就说那好吧，那就先买用吧。因为原先我是有想说买功率大一点，这样子我可以几个设备同时可以充电。但是因为我的这颗电芯也并不是特别大，它4颗电芯是120AH 的1颗，然后4颗我把它并联是12伏120AH， 大概算出了它的大概能存储的电量是我算。大概是1.4度电左右，1.4度电。那1.34度电其实对我户外就是短时间的一个出差，比如说3、5天这样的一个使用是够的。因为我没有负载很大的设备，比如说电池、发电、吹风这些设备，我没有打算负载。我主要还是给我们的就是那些器材给它充电，或者给我的电脑供电的。OK， 然后这个是一个逆变器。原理是这样的，把这个12伏特的电压，然后透过这个逆变器升压成220伏特。那因为我的设备像目前都是用110伏特到220伏特都可以使用，所以那好，我接下来看，先把接下来，因为我要给它放好。这些旋的还蛮紧。那在接电池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这个电压就是这个电芯接电芯的时候，因为这蛮可怕，如果是把正极跟负极碰在一起的时候，它整个让你有惊喜的“叭”的一声，会有大量的火花闪现出来，所以这样子手摸是 OK 啦，手摸是不会触电。但是如果是把它2颗
它的正负极给它碰在一起的话，是真的蛮像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在施工的时候，或者自己在家 DIY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先给这个保护板给它端子给接上。因为很久没有动手了，所以我这个钳子都是有一点钳住以后，对啊，它不会松开的。因为我这钳子很久没有用，所以需要给它润滑的。可以看到，我是用这个530，可是它真的蛮管用的，叫清洁剂。就是当你家里面有什么东西堵住啊，比如说你锁头啦、你的钳子啦这些，然后甚至你的照相机啊、你的设备啊这些卡住了，你使用这个喷一下，其实还蛮管用的。我当时买那一瓶是因为我的那只佳能拨盘有卡住，所以我就买了那个来维修的工作发现它真的还蛮好用的。那全部接好了，好。我为什么拿这一只板子呢？是因为我发现我在使用电烙铁的时候，它会把板子下面给烧黑烧坏掉。我没有想说要把这张桌子给损坏了，可是这个菜板是对我来说已经要打算更换了，没什么用。那为什么会有这一颗东西呢？就是这个是电源的保护板，是这个品牌的，然后它内建了蓝牙的模块，就是我可以透过手机来监控这个几个电芯的它有多少容量啊，它的充放电情况啊，它电池的健康程度啊，应该是温度控制检测模块，然后它也可以检测电池的电芯的温度大概像是多少。然后再给我的充放电的时候做个均衡，所以我先试试看好不好用。那我也不确定，因为网上买真的还蛮复杂的，有好多的品牌，各个品牌价格也差异蛮大的。那这颗板子是120安培的，它的长时间工作是120安培，所以可以满足我自己设备的使用。那如果大家家里面有用一些大功率，譬如说电磁炉啦，或者热水器啦，或者是电吹风的那种耗电大户的话，我建议大家买大一点，比如说250安培、300安培的，网上都有。不过它价格应该也是会往下翻。好的，那接下来我要开始接线喽。先把这个继电器给接上去。因为这个电流蛮大的，我是12伏特给它转成220伏特，然后要接一些负载比较大的，算1000瓦左右的设备，所以我需要一个继电器来协助我完成这个事情。如果是像很小一只开关，这么小一只，啪的一声就没有了，马上就没用了。这个开关真的很好看，我自己特别喜欢。那这个开关是激活这个继电器，这个继电器它承受的电流是200安培，12伏200安培。如果是200安培过这个开关的话，这个线直接就啪没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会安全一点。我把这个捏起来，因为省得像刚刚不小心就是碰电了，啪的一声，然后真的会吓到自己。继电器是接这边的正极，这样开关以后这边就会有电输出，所以我现在测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是开的状态，然后这个是负极，然后这个是正极，是3.08。这个是我在网上找厂家定制的一个壳体，这个壳体呢是一个还蛮厚实的，我在淘宝上面找了一个商家定的，然后用的是10厘的这个不锈钢板，然后把它焊接成
一个箱体，然后这个是我自己用 CAD 画的一个图纸，然后请他做的。虽然说没有很好看，但是我觉得刚好够我自己使用。这边是开关，直流开关，然后呢，这个是这个的逆变器的这个开关。OK， 逆变器工作，220伏特，然后我把它电源往这边输了，啊，这样子我在接那个，接那个取电的时候会比较方便。然后这2个接线柱是 DC 的输出口，12伏的输出口，这个是充电口，我使用了一个5.5的这个直流充电口。内部是长这个样子，这个是我的这个保护板，磷酸铁锂的保护板，然后4节电芯，1、2、3、4，然后是给它串联的方式。这边是输出的总负极，这是输出的正极。输出以后，然后接上这个电压表，然后接上这个开关，开关以后到这个底下，我这底下有一个那个，我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继电器，它能够承受200安培的这个电，因为我是12伏特的电压，所以它的电流其实还蛮大的啦。然后把这个逆变器就给它一起集成在这个箱子里面，就装在这个箱子里，这样出行的时候会比较方便。好了，这就算完工了。就是我这个开关选的不好，所以我如果下次组装的时候，我可能不会选择这种开关，因为正面真的装起来还蛮难看的。下次再换吧，反正先这样子先用。啊，我先给大家测试一下这个使用的一个情况。这个是直流的开关，按进去，然后直流接通，说明现在电压是13.1伏特。这个是逆变器的开关，现在220的输出 ，OK， 它会滴的一声，就是说明就是220的输出。我先给它接个这个小的电风扇试一下 ，OK， 插上去，1、2、3，还蛮不错的。风也挺大的，看这个电压也显示还是基本上满电的一个状态，13伏特。然后接个音响试一下，不错哦。这样我就可以在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吹着电风扇嘞，一边这个听着音响。然后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用这个给它使出灯光给我的电脑使用，所以还蛮实用的，我觉得。好了，今天分享先到这边，然后回头有什么问题的话，希望我们在评论区里面交流。拜拜，谢谢，拜拜。